没错，我身后这一台呢，就是我带来的本次的纯电小车比亚迪海豚。那么比亚迪在国内的销量表现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叫一个和尚坐火箭，突飞猛进，很多人都喜欢它。我这次带来的选手是 MG 木兰。那海豚在国内卖得好，这我当然知道，但是 MG 木兰是直接走向世界了，是2、3、4月份欧洲卖的最好的中国品牌的电动车。我看东方小旋风 ，respect。哦呵，有点意思啊，那咱们就开始吧。来吧，来吧。先来看一下外观，既然呢名字叫海豚，那咱们就应该长得圆润点不是？看看这线条，车头很短，大灯过后呢基本就是 A 柱了，然后随着车顶圆滑的向后，像海豚的背部一样。娜姐，海洋美学了解一下哦。说实话，没看出来。块全液晶的仪表5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没我爷爷的老人机屏幕大，所以中控屏的尺寸就很大嘛。下面呢是圆形的空调区域按键，挺特别的哦。还有就这外露的内车门把手，像不像海豚的尾巴呢？这海洋美学被你这么一解说怎么成碰瓷美学了？MG 木兰呢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曲线，大多呢是直线，规整耐看。方向盘呢是上下平底的，运动感 double。7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看着也不累。视力不好就不要怪屏幕小，我觉得5英寸也够看了。MG 木兰的这块设计呢，我还是非常喜欢的。这里做了一个岛台，电子旋钮换挡是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下方形成了一个储物空间，又美又有实用，好评。对了，老张，你的车空气质量怎么样呀？挺好的呀，带 PM 2.5过滤装置呢。这功能我也有我说的是材质的环保标准。像 MG 木兰因为要出口嘛，所以用的是欧洲标准，甲醛含量是低于国标6倍哦。满足欧标确实厉害，不过海豚既然能在国内销售，各方面肯定也是满足国标的，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反正开空调的时候你记得戴口罩哦，你懂的。接下来是空间对比环节，两个车呢都主打的是小体型。先来看一下尺寸数据。MG 木兰的车长、车宽和轴距呢都是领先的，海豚的车高呢是稍有领先。因为纯电平台的原因丢掉了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占体积的玩意儿。现在很多电车呢，虽然车长一般，但是轴距远远超过差不多车长的燃油车，空间的表现也是水涨船高。这两台小车就是典型的例子。下面我们邀请中国好身材的娜姐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两部车的实际乘坐感受。现在呢，我是在海豚的前排，然后我们将座椅调到最低，看一下，哇塞，我们头部空间还有这么多，还是非常宽敞的。现在呢，我是在海豚的后排，来看一下腿部空间是，哇塞，有一小手臂的距离你说，要是小型的燃油车，是真的很难有这样的空间表现。头部空间来看一下。也有将近1拳2指的头部空间。OK， 接下来看一下 MG 木兰怎么样。那现在是在 MG 木兰的前排，来把座椅同样放到最低。头部空间看同样是这样，但是却多了2指这样的一个距离。哎，也会
不会奇怪？明明是海豚的车高更有优势，怎么头部空间还落后了？那这就牵扯到一个系统工程了，和电池组的布局，还有座椅的高度、车顶的结构啊都有关系。那再来看一下后排空间，那腿部空间刚刚是这样一小手臂，那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小手臂，多那么一点点，差不多。那么头部空间呢，可以看到海豚呢是相对更有优势一些啊，多这样的1指的距离。另外，我发现 MG 木兰车内的横向空间会更好一些，毕竟它的尺寸上是将近宽了7公分。虽然海豚内部的乘坐空间比 MG 木兰呢差了那么一丢丢，但是我觉得海豚毕竟是小型车，你可是紧凑型车哎，差了一个级别，还能和你有来有回也算是不错了吧？娜姐，你说是不是？哎，我也是感受到你这个求生欲了啊！你说的呢也有一丢丢道理。车嘛，还得开起来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之前我开过海豚的低配，动力感受确实一般。这次呢开的是骑士版，电机参数有了提升，所以加速响应明显快了不少。给你切个运动模式看一下，地板油走起，0到50公里每小时阶段的推背感还是很明显的哦。一个前置电机就让老张这么兴奋了，那 MG 木兰的后置电机可不是要起飞了。前轮负责转向，后轮负责驱动，这才是操控最原始的状态。并且 MG 木兰呢，它使用的是一个 One Box 的电制动系统，相比海豚的 IPP 制动它的可靠性更好，刹车距离也更短。后置电机了不起市区60的时速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海豚的底盘调教风格是偏舒适化的，悬架和座椅能够化解路面大部分的颠簸。反正这台车的定位就是代步通勤，不是速度与激情哦。说的那是你30岁就已经保温杯里泡枸杞了，很多人呢和你还是不一样的。你看，像 MG 木兰硬朗稳健，变道犀利，完全不拖泥带水。那当然，它的底盘呢可是下了不少料的。首先呢，就是它的一个50:50的轴合比，这个呢就给它的底盘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呢，就是5连杆的独立悬挂了，这个完全是一个越级的体验，操控和舒适性都有兼顾。要知道，在这个价位普遍使用的都是像海豚一样的这个扭力梁，甚至在一些中级车上都很少会使用5连杆，大多呢是4连杆。所以说 MG 木兰确实是卷，都已经卷到国外去了。那么这台海豚用的是44.9千瓦时的电池组 ，NEDC 的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401公里，市区驾驶是完全够用了。安全方面呢，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大家也是应该知道的，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那说到电池 ，MG 木兰使用的可是64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续航呢是520公里，比海豚呢可是长了1/4，来一个跨省自驾游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在安全方面呢，比亚迪它有刀片电池 ，MG 呢有它的超薄魔方电池，并且它采用的是一个躺式结构，相邻的电芯呢用这个气凝胶隔热，不会产生骨牌效应。而且 MG 木兰的车身结构呢也是很厉害的，高强度钢比达到了80%，并且获得了欧洲5星碰撞安全评价。老张，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查到过海豚有这相关方面的碰撞测试是吗？我待会儿给你百度一下。又到了打完收工环节，论颜值，海豚萌 ，MG 木兰飒那我更吃它的颜。论空间，海豚呢虽然小一级，但是凭借出色的空间优化能力，差点就追平。怎么被你这么一说，就一副身残志坚的味儿呢？要说到论动态，MG 木兰底盘规格高，后驱布局更符合操控需求。论续航，两台车都超过了400公里，都是不错的哦。你这春秋笔法厉害了那我和你的身高都还超过了1.6米呢。续航明明是一个400多，一个是500多，差了那么多，差了老多了，大哥。喂，小张，对，我知道的。我听说呢，你不再拍牌了。对，你看我和娜姐的视频了吗？什么？你听我说，海豚挺好的，一定要坚定目标。